喊什么喊？也教养给爷挠挠脚。闹大哥，闹！哎，大哥爷呀，兄呀，你叫我三声爹，我就饶了你。兄弟，来，你这么着，1分钟我给你弄盘花生米和1瓶酒。1分钟你要拿不来，我往死里打。来。 嗨！哎嗨！1瓶酒和1盘花生米是吧？说自由了，等什么呢？老板脸，跟我走。谁有橘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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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谁有橘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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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马特，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啊！我就橘子，好的5个，坏的6个。走。队长，是这儿吧？就是这儿啊！上。 我们组长，行了，咱们就到这儿吧。石队长，杨飞跟我去。啊，你们在这等着。是。注意隐蔽。天成。 哥，天成，哥，怎么了？天成，哥，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爷爷，爷爷，哪里？打不住。 天
请用。小C，师傅，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请回吧。你真的不出手？李成，取我刀来！哎，有点等会儿。好力道，承让。刀下亡魂，一共43人，无一不是罪大恶极。闹义和团的时候，梁某就用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又多2人。
乡人们！打不站稳，全发出力！梁飞那兔崽子就要来杀师傅了，你们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们给我摆平他！师傅，把这2缸米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邀请太君的。来，快点，动作快啊！都给我好好练啊！杨飞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大爷，赏点米吧。别去，没赏点吧。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干什么呢？送饭呢。进去吧。好了，可以出去。他们倒是真快，饶我一命。杀我爷爷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中国人呢？
爷爷跟你们比武，点到为止。你们3个卑鄙无耻，用枪杀了我，我会割断你的喉咙。小鬼子！传统好汉。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好这个？你说，哎，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他不是要扫荡吗？我先扫了他的荡。照你这么吹的，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但我爱听。你别臭美了你，嘚瑟！梁飞，你贴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石队长坚决支持你。可是你这是算什么？一个人杀山田，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你说，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但是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哎，你现实点啊！别横桥竖桥看不上我，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吗？你能上哪去？执行任务。哎，你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董鹏，天津卫知道吗？行了，不跟你们惹了。哎，你认得吗？这哎，真是。能不走啊？大爷到了，前面就是周公馆了，我们拉车子不让靠近。接了。周一海，跟我走。
不好了，不好了！周公馆出事了，血流成河了！什么？血流成河？那个我不是一个人跑周公馆去了，没想到那有埋伏，那鬼子都在那儿打成一片了都。大郎、身を隠していたというのになぜこんなに犠牲者が出るんだ。あの女の電話がなかったら柊はやられていたな。中継制の手信号は根絶やしてる。いや、柊の講演会、警備をさらに強化しろ。逃走中の水牛ご心配されてますか。原稿を失い、奴に仲間がいるかどうかもわからぬ現在、用心のするに越しておらないである。はい。周玉海每次开记者会，记者都会被请去。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每日新闻的、黄浦江边的。你别说，这个人倒有点像你。这是晚报的记者聂小龙。说说他的情况。晚报销量很大，每天都有10几万份，每次有记者会他都必到。哎，别说哈，眉清目秀、玉树临风，有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就他，哼，挺像我。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哎呦，有个人来呀。那您请坐吧，下边怎么办？大家都坐。你代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里面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说实话，怎么出来我还真没想。但是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吗？杨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胳膊上还有伤呢。行了，你这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那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你们看着我干啥？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相信，你完成的很好。前2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我们家门口来了吗？现在不提那事儿，现在说的是毁掉 DF9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捆一捆手榴弹，我跟他们同归于尽了。我看行。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到这办法呢？你啥意思啊？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老梁，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咱们多混几个人进去？五大道那片地儿都是外国租界，鬼子又多，再加上明天那种情况，难呐。曲孝江会不会有办法？找他，哪怕是多弄点武器呢？这位是小林浩，情报处的人，他随时准备为你去死。为我而死？是。他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提箱。我要什么替身？这要是传出去，岂不被人耻笑我是个怕死鬼？那我周玉海可是颜面扫地了。此事不同。九桑，今晚的演讲，敌人一定会出现。如果你有什么意外，我们帝国将颜面扫地，我们都不好交代了。请原谅，我们为了您的安全，只能让小人代替你出现。葛野驹，今天晚上的活动很重要，福田司令也会参加，
各路记者众多，电台也会播出演讲，让替身出面，不太好吧？福田司令官不会出面的，但是下属一定会出现。组长，请你放心，小林早已经接受了专门的培训，你的演讲词他可以倒背如流，可能会比你的更精彩。小林，你去准备一下吧。你是？我是晚报的。叶小龙呢？啊，这他那……各位记者，由于今天情况特殊，需要重新核对一下大家的证件。根据司令官的命令，为了保证周玉海先生的安全，所有到会人员都要进身检查，希望大家配合，谢谢。搜身是吧？凭什么呀？我们可是记者。这是司令官的命令。一天天都挺忙的，这上班干什么呢？这是？真没听说过记者的搜身检查。有证件的，挺贵的东西。走。干什么呀？你这吃亏了啊！我要是个女人就好了。看看啊，这么短，怎么使？真是草菅人命！他这都叫什么事儿？对啊！各位，你，请跟我来，会前单独采访周玉海先生。我们怎么办？周老板您好，您今天的演讲将会通过电波传递到全中国，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重庆方面说的吗？蒋介石，螳臂当车，玉海呼吁重庆方面放下武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周公馆昨天发生了枪战，听说死了很多人。周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呢？又是特战局来骚扰鄙人，周某愿以德报怨，呼吁双方不要再兵戈相向。周先生，重庆方面说10号之前要除掉您，您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参加公开活动？您不怕有危险吗？开玩笑，这里是天津，是日中共治的模范城市，你未必对这里的治安太悲观了。哎，周老板，那个再问一下。诸位记者朋友，晚宴后你们会有时间向周先生提问，现在请见谅。对不起。周老板说两句。周老板。周囲の状況はどうだ？周囲は警備を固めています。主な支点に狙撃手を置きました。外から入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砦は往々にして内部から崩れる。さらに警備を強めろ。武藤の演説が終わったらすぐに館に連れ戻せ。ここは軍の奴らに任せる。記者はどうしましょう？まだ取材が残ってます。そんなものはどうでもよい。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
很荣幸，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站在这里，面对各位，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日孤行，要在10日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大家都知道，自皇军发动大东亚圣战以来，不忘不立，攻无不克。几次会战之后，重庆方面已是苟延残喘。华北商界3个月以来，在皇军圣战中奉献物资达3000万元，粮食、棉花、煤炭矿石，可以说从满洲到华北，华北商界构成了皇军后方的战略底线。从天津到旅顺港，乃至横滨港，日中贸易繁盛。我华北商界与皇军军界的贸易，让我们的纯利润翻了一番，此乃从未有过的盛举。本人作为联合商会的总会长，对此深有感悟。玉海认为，皇军圣战3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景怡在吗？啊，就是他和他哥祥顺都是这儿服务生。白鹿，到。搜卡搜卡。在此，玉海呼吁，尽快响应王主席的号召，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玉海感谢军部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木头桑，嗨。我是周玉海，你是谁？别装了，我是梁飞。梁飞。马上！梁飞得手了，快接应！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军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是。是。なんだこりゃ！哎，猴子！闪开！别误会了，这里不让进。我不进，我是拉那个小姐，你看车上有个小姐。那个小姐，您到了赶紧下来吧，人不让我进。姐，呀，你看，他还不下来了。男同志，
良い人だ。小野と本田を殺し、福田将軍が伊藤君に宝剣を託した際、それを盗み、三島境内に逃げ込んだという。災難で指名手配された男です。三島省に逃げ込んだということですが、災難の八郎軍の交代とかなり密接な関係があるようです。まさか奴が天津に来ていたとは。しかしわからないのは、八郎軍のご交代がどうしてこんなところにいたのか。周玉会を狙っていたのは国民党です。奴らがどうして手を出してきたのでしょう。放送中にジョーやるとたばけたもんな。西国前が知ったジョーが死んだとな。山田司令官はご立腹。午後には俺の処分が5人もあるやろ。処分ですか。梁飞の野郎。身代わりを見つけ、さらに奴の居所まで探し当てた大したもんだぜ。で、何か手がかりをつかめたか。現在、すべての私服工作員が寮費の潜んでいるところを探していますが、今のところ確かな消息はありません。今日中に捕まえられなかったら撤退するぞ。おそらく奴らは天津にはいない。はい。この仕事をやって十数年、こんな惨めな思いをするとは思いもよらなかったよ。死後11点で1点。この梁飛、今後は俺たちの大きな敵になるであろうな。今度会ったら必ず殺してやりましょう。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どこの部隊だ。警備所長の命令で部下さんたちで武器を預かせてもらう。几个？哪个？
この死んだ銃を見つけました。見せてみろ。はい。隠せか。動くな！貴様！梁飞的，丫头子，捕まえろ！捕まえろ！捕まえろ！丫头子，捕まえろ！捕まえろ！待て！待ておら！待て！こら！3分钟后，梁家满门将被屠戮，而这一切的开端，仅仅是一句彬彬有礼的寿宴祝贺。但闯入者并不知道，他们即将唤醒的是一位早已封刀的武圣。就是他。这一天是济南第一高手武圣金刀梁敬天的寿宴。他早已将家眷后辈潜入内堂，自己则静候着不速之客。门外，汉奸领着2名日本军官踏入梁府，为首的叫小野，是日本国内闻名的刀客。他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当众击败梁敬天，彻底粉碎这座城的无主尊严。面对挑衅，梁敬天言辞冷静。他声称自己早已封刀多年，无意再与人动手。汉奸随即转换目标，提出让梁敬天从法国归来的孙子梁飞出来切磋。他算准了梁家无人能敌，无论谁出战，结果都是羞辱。但他没算到，梁飞此刻根本不在家，气氛瞬间凝固。梁家一名年轻气盛的徒弟按捺不住，率先出手。但在真正的杀伐之术面前，这种江湖招式不堪一击。小野甚至没有拔刀，仅用刀鞘就轻松将其制服。梁敬天深知实力悬殊，他主动服软，承认对方技高一筹，只求他们能就此离去。他想用隐忍换取家人的平安。然而，侵略者的逻辑里没有退让。小野的目标是彻底的征服。他的人抓过梁敬天最疼爱的小孙子，用冰冷的枪口对准了孩子的太阳穴。底线被触碰，所有的隐忍都失去了意义。梁家众徒弟怒吼着冲上，却如飞蛾扑火，被日军瞬间射杀，鲜血染红了寿宴。此刻，梁敬天眼神中的浑浊尽数褪去，只剩下刺骨的杀意。他缓缓走向兵器架，取下了那把尘封多年的金刀。他曾用这把刀斩杀过义和团时期的东洋兵，刀下亡魂共计43人，无一不是罪大恶极。他没想到，今天这个名单上将在天良。刀光出鞘，没有多余的动作，每一刀都精准而致。梁敬天的身法并不快，却总能出现在小野和本人攻击的死角。这是久经沙场磨练出的杀人技，而非表演。几回合后，2名不可一世的日本刀客已成刀下亡魂，汉奸瘫倒在地，彻底失语。然而，梁敬天并不知道，屋外更多的日军早已包围了梁府。枪声响起，这位武圣的最后一战，最终以整个家族的覆灭告终。他的声音充满傲慢，点名道姓的挑战梁飞。时间：明天下午5点，地点：青岛码头。
他要用一场无可争议的胜利来洗刷自己背负的耻辱。他相信梁飞会来，因为英雄从不退缩。另一边，梁飞确实收到了消息，他只是平静地驱车前往约定地点，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追捕小野是他身为特别行动队队长的任务，但此刻驱动他的是比任务更深刻的东西，那是一段被尘封的血海深仇。他的内心没有决斗前的兴奋，只有执行判决前的冰冷。码头上，海风萧瑟，小野纯一郎已经等候多时。他看到梁飞的身影，眼神中满是轻蔑。在他看来，梁飞的爷爷当年都败于自己家族的刀下，这个孙辈更是不堪一击。他抽出长刀，刀身在夕阳下反射出森然的光。他计划用这把刀彻底终结梁家武学的神话。梁飞缓步上前，他没有立刻拔刀，他看着对方，像在看一个早已被宣判死刑的囚犯。小野的挑衅在他听来不过是临死前的聒噪。决斗开始，小野的刀法凌厉，是大力沉，每一刀都直逼要害，充满了侵略性。他试图用绝对的力量压制梁飞，速战速决，而梁飞的应对却截然不同。他步伐沉稳，守着滴水不漏。他手中的金刀不出则已，一出便精准地格挡在对方刀锋最薄弱的节点。他不是在比武，他是在分析，在计算，在等待一个时机。小野渐渐感到不对劲，对方的冷静超乎想象，仿佛早已看穿了他所有的招式。与此同时，他的孙子梁飞正骑着单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他刚从法国回来，对家乡的巨变一无所知。因为身上穿着与保安队相似的制服，他被一位痛哭的大娘当成了仇人。一番解释后，他才得知，就在一袋烟的功夫前，一伙保安队和鬼子抢走了大娘的女儿桂花，要献给一个叫松井的日本队长。梁飞问清了方向，他本就顺路，此刻更添了一份必须出手的理由。他很快追上了那伙人，一名日本兵带着几个耀武扬威的汉奸，正压着被捆绑的女孩。梁飞没有贸然动手。他选择了一种更聪明的方式，他操着一口流利的外地口音，假扮成济南山田司令部下属，要去重庆为皇军打前站的自己。这套说辞天衣无缝，汉奸们立刻放松了警惕，热情地称兄道弟。梁飞顺势靠近，他打量着被绑的桂花，用轻浮的语气要求解开绳子，让他乐呵乐呵。就在汉奸解开绳索的一瞬间，梁飞动了，他一手勒住日本兵的脖子，另一只手拂过对方腰间的刺刀，反手一指，动作干净利落。其余汉奸还没反应过来，就已被他秋风扫落叶般解决。对于那个带头的汉奸，他只留下了一句警告，便放他滚蛋，因为他清楚，这个人渣是中国人，罪不至死。他扶起受惊的桂花，让他赶紧回家。女孩连声道谢，消失在小路的尽头。梁飞完成了他的一次义举，内心平静，但他并不知道，命运最沉重的打击正在前方等着他。一个名叫天成的家仆跌跌撞撞地跑来，脸上写满了绝望。当梁家出示了这几个字传入耳中时，梁飞的世界瞬间崩塌。他发疯似的冲向家的方向，迎接他的将是一片血海与火海。一场极致的复仇即将拉开序幕。男人拔出祖传武士刀，他计划在青岛码头公开处决中国英雄梁飞，重现祖辈的荣光。但他不知道，这场决斗从一开始就不是比武，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复仇。他的名字叫小野纯一郎，一个活在家族阴影下的剑客。此刻，他正通过一部军用摩托罗拉电台向全城下达着的每一次猛攻，都如同砸在坚不可摧的壁垒上，只换来刀刃碰撞的刺耳回响。他开始急躁，攻势越发疯狂，破绽也随之暴露。就在此刻，梁飞开口了，他用一种毫无波澜的语调揭开了一桩陈年旧案。几十年前，他的爷爷与小野的祖辈比武，那本是一场点到为止的切磋，但他的爷爷获胜后，对方却卑鄙地动用了3支隐藏的勃朗宁手枪，从背后射杀了一代宗师。高大强就是其中一个枪手的名字。这番话像一把重锤，瞬间击溃了小野纯一郎的心理防线。他家族引以为傲的胜利，竟是一场肮脏的谋杀。他所继承的荣耀，建立在一场无耻的背信弃义之上。他的信念在这一刻彻底崩塌，握刀的手开始颤抖。梁飞感受到了对方心神的动摇，他知道复仇的时机到了。他不再防守，金刀陡然爆发出惊人的气势，刀法不再是简单的格挡与反击，
而是充满了杀伐之气。小野在精神与招式的双重打击下节节败退，他的刀法已经散乱了，只剩下本能的抵挡。梁飞的攻势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刀锋划过，在他的手臂和大腿上留下一道道血痕，精准地削弱着他的战斗力，却不致命。这是一种折磨，一种仪式性的惩罚。